Tony 帮你做功课 ，LINE 的付费制即将上线哦，订阅付费制哦，每个月165块到底值不值？看懂 LINE Premium 背后的商机，别被坑哦。如果有一门生意成本几乎是零哦，但只要在台湾上线，一年可以稳收40亿台币，那你要不要做？LINE 最近推出的订阅制就是这个生意哦。就像 Netflix 一样，你每个月就开始扣信用卡，然后订阅制的这样，然后价格是165块哦。你以为他只是想要多赚一点嘛？哦，其实他要入驻啦，要绑住你的社交圈，绑住你的人生这样哦。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哦，看完这支片你就知道了。嗨，我是电商 Tony 陈，欢迎收看 Tony 帮你做功课。这个系列我就不讲大道理了，只是带你看看精彩的商业案例与八卦。你自己也要思考思考哦，能不能运用在自己的公司上？如果能够确实增强了你的生意，你也不用谢我哦，永远记得善待你的员工跟客户就好。好，那我们开始吧。我们上一集讲了美联社砸1.25亿吃下 OK 超商，那这次我们来讲 LINE 付费制即将上线哦。这事情是一定的，就是 LINE 开始会推出收费，免费也可以用啦，就是看你要不要加值这样哦。你之前应该都有听过类似的风声了，那今天我们就来讨论这个LINE 收费制的背后目的到底是什么？LINE你在用的 LINE不是什么 LINE 官方账号就是你现在打开来每天在跟家人们讲话，帮我包便当的那个 LINE会推出一个收费增值收费方案。来，新闻标题我先念一下 ，LINE 要付费了。Premium 订阅至2026上线，每月165元，解锁哪些功能？最常被敲碗的一功能正式解封哦。那我就简单带过它提供的几个功能就好。这个应该很多讲 3C 的 YouTuber 都讲过了来，第一个进阶备份，提供100G 的云端空间让你备份，然后重点是可以跨平台备份。你从 iPhone 换到安卓，安卓换回 iPhone， 它也能还原对话记录跟照片第二，相簿功能升级，聊天室可以直接储存影片到 LINE 相簿这个的意义这个我等一下会讲。来，第三点，自选个人档案，哇，这个就蛮重要的付费会员除了主档案外，可额外建立2组分身档案2组分身档案，让不同的社交圈看到不同的头像跟昵称。一定有这样子的人就是他的LINE名称被你改的什么什么叉叉业务叉叉保险之类的，然后他头像大概都是放一个穿西装的照片嘛，因为他的 LINE 要联络客户或是你跟他加 LINE 的当下，你就会去改他的名字，这样以后你比较好找你就可以区分开了。那用了这个功能以后，客户会看到的头像就是他公司的头像，那他的朋友呢看到的是生活的头像，这样你就可以切开在同一只 LINE 我知道有人为了这个还要去办小号，然后就2只手机或双卡机那种，那专门一个是生意用的 LINE 一个是自己私下用的 LINE 那有了这个功能以后，应该可以缓解这种情形第四点，应用程式图示客制化，跟知名 IP 合作，然后可以把 LINE 的 icon 换掉，这样这可能女生会比较想要吧第五点，应用程式字型客制化，就可以把聊天的字体换成你喜欢的字体，这样这个 Android 手机的已经都在改了，改爆了。每次看那个女同事传给我的截图跟客户的截图，奇怪，这个字怎么那么可爱，这不是他自己改的字型档那以后这个就是内建，可以把聊天的字体改成你喜欢的字体并且针对台湾用户，另外会提供4项福利。第一个 LINE 购物，每个月会送你50点的 LINE Point 购物红包，那你新加入会员再送你168点，这是 LINE Point 呢这个算很好用你买那个手摇什么的几乎都可以用来，第二点 LINE 旅游每个月挣100点旅游红包，新会员再送500点。LINE 旅游我就不信你有用过因为它类似的服务，所以在推广嘛。第三 LINE 礼物，每月提供商场250元优惠券，新会员再送50块优惠券。LINE 礼物这个就实用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公司嘛，常常那个谁谁生日干忘了买蛋糕，没空买他庆生，也不是很熟那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直接LINE礼物给他一个星巴克让他自己去兑换。这个就有实用以后他每个月都会送我，因为每个月都有人生日嘛那这个就不错。来，第四个 LINE Music 每月可以免费自选3首歌曲作为来电铃声或聊天背景音乐就这样那个来电铃声。
认识我的朋友，你现在打赖过来哦，你就听到周杰伦的那个赖，而不是那个赖很传统的那个电话的声音。好，那方案介绍的差不多了哦，你觉得怎么样？你会用吗？我先说我会，因为有一些生意上的需要嘛，还是把那个身份切开来比较方便。我实在是不想要双卡双待，带一个什么行动电源专门在弄。我未看先猜会用的人应该不少哦。在台湾应该就超过100万都会去使用，因为光是可以设定不同的赖名称，这个就很吸引人尤其是那种在八大上班的，对不对？然后他家人面前是一个赖然后他到晚上的时候就是另一个赖，就很方便也不会出包，然后又在同一只手机里面管理，就很吸引人来，你看这篇 PPT 的贴文很多公司或学校都会要求你把自己的 ID 改掉，这样他比较好找到你。像我去加很多客户的赖是生意上的事情，可是他们都会写什么什么轩轩爸就是让他的老师好找的嘛可是你看他在这种正式严肃商业上的场合，他是什么轩轩爸是什么轩轩的爸爸就这样。那以后可以刻出他自己的 ID 名片，那就不错啊，就分公司用的跟家人用的，因为很多公司学校都会要求你去改。然后遇到一些比较尊贵的灵魂就是现在新的小朋友就在那边你这样子侵犯我的隐私这是我的人权我先写信问劳动局看这个东西合不合法，就很麻烦了，这样又不好管理，因为大家的赖 ID 没有强制，就变成说一个卡通的图像，一个海绵宝宝一个派大星的流口水的图像，然后再搭上旁边要写派大星，这到底是谁？这哪个部门的？看起来就很不靠谱。希望他改改又有人权的问题，很麻烦，真的很麻烦。所以我们现在都是自己去备注嘛，把他名字洗掉，然后自己写一个这个是工程的叉叉叉这样。好，那有了这个东西以后，就不会有这些吵架，就叫他改改一个公司用的，前提是他有付费了而且赖付费功能还要提供图片跟档案的备份功能，这就很重要这非常重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台湾人很多公事上的联络都不用 email， 都在那边用赖传来传去。我自己是能够建档的话，尽量把它建档在 email 里面以后要找的比较好找。赖你也知道嘛，它的照片不是过一段时间或档案过一段时间就打不开了这很合理啊，因为赖是免费的它储存这些东西，它有它的营业的成本所以它帮你保留一段时间之后让你打不开就打不开。我上一次听这个抱怨这个功能最严重的，他也在讲，就是说如果 LINE 有付费功能可以用这个的话，他要用不然就是你每一个都要记得去按 keep， 很麻烦是谁？是律师他们跟那个当事人他们在传的 LINE 传的文件资料超级多，超级夸张，而且现在这个官司的进度又很久，所以都是过期的，这对律师来说很危险。他们一看到就是立刻要存，不然一定出包绝对出包。那传文件传合约，一不小心忘记下载，下次点开过保存期限，然后就要密人，那你再传给我一次就麻烦就是这些很困扰了那你困扰的话，你就直接刷 LINE 的会员，他会直接帮你存云端。所以你看这个 LINE Premium 它提供的功能还算精准这个下刀有准都有打到点上就让你觉得说哇好吧，不然来付一下好了有在上班的应该都会考虑去使用。那再来你要知道 LINE 打什么主意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正题。LINE 推出的这个 LINE Premium 它到底是想要干嘛当然官方说法都会很好听就是说什么提升用户体验，给你更强大的工具可以让你生活更轻松，怎样怎样，这个我们听听就好。我们来讨论一下他在商业上的思考下棋大概是什么道理。首先第一个，赚订阅制稳定的钱长期看我频道或以前我跟我开过会就知道我是订阅制的信徒嘛，反正就这样，就是你想办法把你的生意把你的服务商品让它弄成一个订阅制就对了。我八卦的时候我来补充一个订阅制给你好了。总之就是赚订阅制的钱这个钱就是很稳定一直叠上去的。LINE 在台湾的月活跃用户我们讲月活啦将近2000万。你说台湾2300万人，2000万人用 LINE 真的假的？有很多小账但是那不管，反正就是活跃的用户有2000万。那你看只要有1/10的人付费，200万人付费，这样一年他光这个每个月165可以收进多少？40亿台币。这40亿台币你要不要算一下，这40亿台币毛利有多高？而且每年都有白花花的银子而且不要忘了这个是订阅制呢，意思是每个月它都会有稳定的钱一直进来。这对一间公司的
生存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哦。来，第二点，让用户为自己买单。你也知道我们的对话都存在赖的云端空间嘛？那你看全台湾2000万人都在用每个人一天传一张照片就好，这储存空间要多大？更遑论一些 A 片群组他们一传20-30分钟那1个多小时的影片也这样给他传下去，那储存空间很大很大。那他今天他跟我收钱他就可以怎样去支付云端费用的钱，甚至去优化云端的服务，让大家在读档看影片的时候速度比较快。我相信这绝对是有精算过了。就算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把它给我们的100G 储存空间都用光光用完，它一定都还有盈余不会再像以前这样赔钱在做。来，第三点，提高生态系的收入。这一点是我觉得他做的还不错的，就是我们刚才不是有念一段 LINE Premium 吗？给台湾会员的专属福利，什么 LINE 购物啊、LINE 旅游什么的。这边的话就是商业上的考量，就是要顺便推，要顺便把它绑进去。反正这些服务已经在提供了，然后他们各自要去推广。从今天开始就来使用 LINE 旅游吧，我靠，你也不理他。现在有给你优惠券绑进去，让你加减看有没有什么契机让你加减用一下LINE旅游的东西那你觉得好用的话，你就继续用。久而久之，自然而然，那你的日常消费就会逐渐都绑在这里。就是你1个月的刷卡在 LINE 上面，你付给 LINE 的金额越来越大，这就是他们想要看到的结果。而且不要忘了我们在一支影片LINE Pay 要干大事了这支影片已经有讲 LINE Pay 现在要认真赚钱了。通过它一番操作以后，你在 LINE Pay 的账户里面就会很习惯会放钱在里面那就刚好来付LINE购物买的东西。你看这一套一套的，真的是一套一套的。所以我们来看这整个布局，我认为它其实早就应该要推出 LINE Premium 早1年推出，多赚1年的钱，多推动1年其他各项卫星服务。再来你要知道，很多人准备这样干我们也来补充一下，除了 LINE 要推 LINE Premium 很多科技巨头也在推这件事情。例如说 Meta 我管它的，我们还是加脸书，还是加 Facebook 当初就一头热说什么元宇宙什么果，到现在屁也没有，都在疯狂追赶 AI， 看起来就是一个很多头马车的一个公司。好，那 Meta 已经放话出来了未来几个月会开始测试 Facebook、IG 跟 WhatsApp 的付费功能。他就少提一个东西催，对不对？催开始付费，你看大家又要迁徙到哪里去？小红书也被禁，然后这个是催。好，那现在因为付费功能还没有定案，我就不细讲。等它正式提出以后，我看有没有值得来做一个影片我们再来讨论。那除了 Meta 以外，另一个还会拿出来讨论的就是 Tesla Tesla 特斯拉汽车的特斯拉说要取消 FSD 的买断选项了你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已经实施了FSD 会变成订阅制，但当然在台湾目前是阉割版的。目前已知就是在美国地区会以月费$99或年费$999来做收取。台湾因为法规关系 FSD 目前没办法用。我问我那个开 Tesla 的朋友他们说没有那我说那你买这个要干嘛？之后会开放信仰。所以这次的收费跟目前台湾 Tesla 车主没有关系。但你不觉得很有趣吗？就是为什么现在这些科技巨头好像讲好了一样，大家都在推订阅制的收费方式我的判断是，其实背后的商业逻辑非常合理。过去我们常说，软体开发完以后，使用的边际成本几乎是0嘛，就这样。就是你写了一个软体然后你多服务1个人，跟多服务10万人，系统资源当然有差，但是你不需要更多的业务或者什么的现在云端跟 AI 的时代，这个观念开始过时。现在的软体公司会面临3个不断攀升的成本。第一，云端储存与流量。你每天滑脸书上传照片，对他们来说都实打实的伺服器跟频宽的开销。不然你以为为什么 Meta 现在搞到要自盖发电厂然后自己去做储存中心？第二点，参与 AI 算力的军备竞赛，这就更普遍了。现在没有哪个科技巨头不拥抱 AI 的不然他一定会让他投资人刁到爆。而且他们想要提供更厉害的功能，就会需要烧掉越来越多的算力资源成本需要更多的开发成本。第二，持续的开发与维护，就同样一个坑，你功能越做越多，功能越来越强大，你维护的成本只会越来越高。所以单次买断费用或是广告带来的收益无法覆盖这些长期且庞大的固定支出的时候，订阅制这个固定收入就看起来就是个出路而且订阅制的这项功能刚好又对消费者来说叫没有很痛。
像赖就叫你一个月拿出165块，然后他还会送你那个赖礼物让你心里比较平衡一下。165块，你想一想就是ROE就给他了，就不会很痛。那你看如果赖一次就叫你收什么1800块，因为那是年费嘛，赖抢钱但你看把它拆成这个165，好像就还可以来，最后你要知道赖真正的野心是什么最后我们就进入这个 Tony 乱扯的环节就是赖搞了赖 Premium 以后，他其实想要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我现在的猜测什么赚订阅制的钱，就是看不起他太小家子气了我认为他想要做的就是去包围你的日常生活啦，他就不想要只是做聊天的工具人这样。为什么我会这样子想来，我们盘点一下。我们前面也讲过，他会提供自选个人档案，对吗？它可以让你把身份做出清楚的区隔。例如说公司用朋友用、亲戚用，那听起来很方便。换个角度想，这是不是等于赖正在掌控你的多重身份？而且它可以卖你不同的广告呢？例如说，我就在朋友用的赖的这个身份就推你什么节庆送礼，然后亲友赖的身份就推那个儿童玩具。也就是说，你每个身份的背后，赖都可以精准的投放对应的广告。这个赖广告目前还是相当之不精准，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讨论因为我也下过赖广告我直接烧掉5万块来做实验，得到的结果几乎是0。哇，这个不是很成熟的广告系统，不过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不然他们资料收集假的如果你把身份都切开了，那他以后投给你的广告成效就是只高不低啊，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前面有讲，你买这个付费方案以后会有100G 的储存空间嘛，所以它可以帮你存资料，这些资料存在哪里？存在它的云上，那也代表你的各种资料，不要说它会乱用至少它看得到嘛，读得到嘛。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像过往那样我们在对话中提到卫生纸，然后广告板会自动跳出卫生纸的广告，这种太过直白暴力的操作那还是说我们日后可能当整个人生备份在他的云端的时候，这是有可能把你的赖对话记录跟任何人的对话记录，过去好几年的对话记录通通都导出来，变成文字档，喂到一个比方说 ChatGPT 然后去做 ChatGPT 的 Chatbot， 一定可以做出9成9叫你的那个亲戚朋友来跟那个 Chatbot 聊天，他觉得是在跟你聊天，就用这种方式训练的资料也够。那赖就可以你什么消费聊天身份传档通通都在赖上面去做，它的广告可以准到不行而且这个云端储存费还是你出的嘞当然我要先讲，这都是我自己在那乱讲，我没有说赖一定会这样子做，只是说在资讯产业那么久，赖不这样子做反而很奇怪。那么我们再把 Line Pay 拉进来这个框架里面来看，你就会发现这整套系统的布局还是厉害的，非常厉害你看这个 Line 左手有你对话记录，右手有你的存款付款记录，这比你妈妈还要了解你，你知道？我们偷买什么东西要知道所以 Line 可以变成怎样？它未来就是不是一个聊天工具而已，而是变成一个生活的入口。你各种生活场景应用都发生在这边社交跟工作就不用讲，现在大家都在用 Line， 然后还会用 Line Pay 来做消费，买手摇买一些便当来吃，然后不要忘了它 Line@ 官方账号这个它有官方名称它叫 Line Official Account 2.0我们去开会还被纠正不要再念 Line@ 这个不高兴，叫 Line Official Account 2.0 Line 官方账号。所以你不能不打开 Line 来，反正你试试看嘛你1个礼拜你都不要开 Line， 你看会不会有人去报警，还以为你去当兵还以为你去教招，都这样。那长久以往你觉得你跑得掉吗我跟你讲跑不掉的，因为你的家人朋友通通都在里面，除了你要干坏事要干一些色色的事情，你还会下载那个飞机以外，不然你的生活工作什么有的没的都在 Line 上。所以 Line 期待的终局是什么？就是要让你活在 Line 里头成为你的第二身份，你的社交工作消费分身都在他手上呢那这165块就是你这个虚拟世界的使用费用，成为你的数位分身今天收你165之后突然180之后突然到300，我看你也只能乖乖继续缴费。这个就是 Line 布局让人细思极恐的地方。哇，这个开始收订阅制了，我跟你说这个 Line 只会越强，因为他现在收了这个订阅制的费用，这稳定的现金流，只要他不作恶不乱搞，这公司不会倒了，你知道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哦。你也想一想说，那个 Line Premium 推出来165的时候，你要不要买哦？或是你要先怂恿你哪个朋友买，买完之后再问他用的怎么样，可以的话你才要买都行。也欢迎你底下留言说你认为 Line 接下来还会出什么招哦，你的留言我都会看。然后我这个频道有 YouTube 频道会员功能哦，请你直接刷信用卡支持我哦。在台湾经营频道只靠广告绝对饿死哦。我又不想导入太多的业配，所以就是用信用卡直接支持我，让我可以投入更多的钱跟时间，把这个节目做得更好，把商业世界中人家做生意的成功之处或是失败之处，我都拆解给你看。失败你就避坑，成功你就模仿。电商通理层帮你做功课系列，值得你加入频道会员哦。祝你生意兴隆。讲八卦哦，讲八卦，讲到 LINE 哦，现在都是抱怨比期待还多嘛。讲到 LINE 就要抱怨一下。那个 LINE VOOM 哦，这个念法很多，你没事你取一个大家念出来都不一样的一些 LINE VOOM 哦 VOOM LINE 的短影音啦 VOOM Van 哦，我都听人家念过啊，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它正确的念法是怎么样，它是怎么样嘞？你现在打开你的手机哦，你开 LINE 哦，你看最底下的图标们，现在是主页聊天 VOOM Today 钱包。短影音缝它放在哪里？它是 C 位耶 ，C 位，然后一点开就是啊，这个我要看我就去抖音看就好了哦，就是一大堆这个短影音啊，短影音的浪潮哦，这个大家都要追逐没错。不过LINE现在看起来就是也不叫没有经营啊，还给它 C 位啊，就这样放在这里哦。然后你有经营过LINE Phone的人你就知道哦，都几乎不给流量，这种莫名其妙。然后我们滑得到的，就是它的算法非常之诡异。我告诉你，如果是我来经营，我一定要写一个算法，叫做给新人机会啊，要星罗棋布的给新人机会。为什么？你去侧重那些大佬，大佬也不会感谢你哦，甚至还会绑架你，就跟那个中国大陆抖音跟快手发展的逻辑不一样，就是这样。抖音超强啊，讲到这个，我顺便说一下，抖音的算法让人家就无法自拔。为什么？因为它是母爱逻辑。母爱逻辑是什么？你看一个小姐姐这个穿低胸，然后在那边露大长腿跳舞，你按了赞，哎呦你喜欢哦，好，妈给你更多，啪，接下来全部都是那边全部都是小姐姐跳舞啊，你就看了不要不要了。好，那个快手明知这种算法打不赢它，母爱逻辑，所以快手它很自立。我突然讲快手，你可能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中国的那个短视频的平台快手。那快手我很喜欢，我比它抖音喜欢，为什么？因为快手它致力给新的账号流量，所以你在快手上你去滑，你会看到乱七八糟的兴趣跟东西。比方说你滑一滑，看到有人在喂狗然后喂一些奇怪的东西，也是搞笑的影片喂狗，然后再滑，他在教你说那个新手开车再滑，又突然变成说那个家里的瓷砖破洞要怎么修补，什么东西，这也太乱了没有，我跟你讲超好看，就是莫名其妙乱七八糟的兴趣然后都是小创作者，反而很好看就是两个不同的极端。LINE Phone 你要发展，你在台湾眼前多少大人物就 IG Reels， 然后再加抖音 TikTok， 然后再加 YouTube Shorts， 你打不赢人家啦所以你既然你要做短影音如果我是你，我一定去做星罗棋布，我让一些小妹妹小屁孩在上面发都有流量他就一直发就这样。为什么？因为他发抖音没有人理他，你知道就是做这种事情就好，然后把这个环境拱起来。他是 C 位同理就放在 C 位，然后发展了乱七八糟很烂的东西。还有 Facebook 他虽然公司改名叫 Meta， 然后他自己也是相当之割裂。你看他的 icon， 手机上的 icon， 妈的，他底下还是写 Facebook 林老师说 Meta 也是你说要改的。那我们点开这个 Facebook 来，我们一样来看底下那一排 icon。我现在 iPhone 上首页Real 朋友 Marketplace 通知个人档案，林老师就是这个 Marketplace， 市集啦，这你有在用吗？这你敢用吗？这你完全没在用，可是诈骗集团超爱用的东西，它是 C 位，C 位，你上去一看都很怪，就是又来了什么好事多出清，那个 AirPods， 然后只要600块。你去跟他联系，你就准备被骗，就是这样。就 Marketplace， 这是 C 位一个 App 的黄金地段然后 LINE 给了 VOOM， 然后还有 Facebook 给了 Marketplace， 瞎，总之就是这样以目前的发展来看，你干脆把那个 C 位直接让给 LINE Pay 好了，
也不要放 Today 了，你就把 phone 换掉，换成 Line Pay， 不然每次还要去找或者到另一个 app 也是麻烦。就这样。虽然它最右边已经有一个钱包但我就觉得说它暂时茅坑不拉屎，明明可以做得更好，然后卡在这边。甚至他给他的那个优惠超厉害的偶尔你打开 LINE 先不是到对话页面清单页面，是直接让你看短影片，拱成这样，就你看有在经营这个的，几乎没人在经营为什么？完全看不到水花，你就给小创作者一些流量嘛，星罗棋布的小创作者他就会主动就会帮你推广，就是这样，没有就抱怨一下而已好，然后台湾人现在离不开 LINE 那 LINE 顺势推出订阅制金流服务，当然有人骂但是也会有人付。像我就认为业务工作、保险工作、房仲他们就会用，一定要用的，因为这样子生活跟客户那里切开来方便非常非常的多就会用，所以就可以赚进稳定的现金流，稳定的现金流就不会倒了，所以我就说嘛，你的生意赶快去开发订阅制的商品或是服务。我讲一个生意你听听看因为我又收到了，就是说外面的那个甜点蛋糕饼干开个小甜点部生意也不好，你去谈一个合作，你去谈那些什么育幼院或是谈那个身心障碍机构，你说我帮你做然后推广一个东西叫做订阅制，每个月的小礼盒，就这样因为你甜点店你要去卖人家那个订阅制小礼盒，人家不甩你，那你去找身心障碍机构还可以帮到身心障碍机构的忙就是你来做然后用他们的名义去发，只要有捐款的人每个月都会收到一盒小礼盒，那个是我同学订的啦只是说地址写我家这样，寄1年了嘞然后我记得也不贵，一年好像4000多，要我每个月买一个小礼盒这个我自己我都没给，但是今天是那个身心障碍机构，好支持然后就给他刷下去，他刷的。总之我越看这个商业模式越看越漂亮那你看大家那个小礼盒都是吃的或什么，那没关系那个好不好吃也不是重点，就是每个月都有。对于那个身心障碍机构来说，是不是就是个稳定的营收收入？是他们非常需要这个他们也不想要年菜卖了好几百万，然后接下来1年我们都要靠这个过活，那很痛苦这个很不安稳那如果是订阅制，每个月都有钱进来你都有小礼盒的话，那OK 嘛，你就去买了。好，所以此时就是一个共赢的状态，身心障碍机构赚到钱消费者收到一个每个月都有小礼盒可以送人吃，拿到公司拿到什么的，然后打开来大家吃就这样然后你一个小甜点店，与其你自己在那边弄得要死要活，你不如直接去找人家合作这个你有稳定的订单，这哪里不好这哪里不好所以订阅，那你看一个人收4000块你一个小礼盒你要卖100份很简单吧那卖1000份呢，卖也不用多只要卖出1000份，他的这个障碍机构他就不会倒了，因为他收进来的钱已经足够支付他生活上的开销，可能甚至他可以扩大规模去多收几个小朋友进来，2000人3000人，那如果到1万人呢，对不对？4000块1万人，4000多万，这个机构真的不会倒了。不是说这个机构要做多大多大，而是有更多的小朋友会受到他的照顾，然后他们生活品质也会比以前好很多。要做这种东西当然甜点蛋糕是很好发想，如果你说我就不是卖甜点的，你自己去想你是老板的，你自己去想看看有什么订阅制的商品或服务可以让你参与卡的，你去用，把稳定的营收打出来。你不要再过那种每个月都归零每个月都归零重新开始的生活，很辛苦很辛苦。